哭啊！医生大人啦！医生大人啦！你别不要脸啊！别胡说八道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先动动手。哎呀，我的头受伤了，你们要负责任呀！医生大人啦！打起来了。 喂，什么？哦，我马上回来。你快给我包一下呀！没有流血，没有破皮，不用包扎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现在头晕眼花，我这是脑震荡。 我现在是国家2级伤残，你知道吗？检查了，没有脑震荡，没有破皮，就是有点轻微的红肿。你们就是一伙的，我现在要求换医院。声音小点，都在休息呢。哎呀，我这已经肿了，伤，不对，我这是内伤。你快给我包一下！我和凤姐单独聊聊啊。哎呀，你好，你是谁啊？我是省外的主任。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咱们是护士，不是保姆，也不是他儿女，要保持好距离，保持好距离。你非不听我话，现在知道哭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哭有啥用啊？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啊？刘大夫，聊聊。刘大夫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？那个人是不是真的伤着了？我应该怎么办呀？ 他刚才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啊，你不用担心。来，不是咱们的错，错就错在咱没躲过这个垃圾人，好吧？万一院里问起来，我给你作证啊。我害怕。别怕，咱没做错事儿，咱不害怕啊。别怕，没啥大不了的。娟儿，退吧。目前患者张成鹏向医院索要巨额赔偿。小刘啊，关于张成鹏所说被打的这个，这个我可以作证，刘备绝对没有对那个张成鹏先动手啊，他只是出于正当防卫推了他一下，而且是我亲眼看见的，那个张成鹏对刘备有不轨行为在先。你亲眼看到的？对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哦。 那现在这个张成鹏反馈的是你打了他，放屁的！小柳，我知道你很生气啊，但也要注意素质。是，我不是说各位领导，我是说那个张成鹏。我天哪，气死我了！这都什么人呢？事实就是，昨天晚上我值班，护士长说刘备被张成鹏骚扰，我就去楼梯间找他。你猜怎么着？ 我看见那个张成鹏正好趴在那个刘备的肩膀上，手还不老实，然后刘备推了他，他就摔倒了，这个就是事实啊。有第4个人看见吗？咱不是有监控吗？咱可以调监控啊。那我们来看看监控啊。现在这个监控呢，只有这2个角度的，只能看到张成鹏倒地，具体发生了什么看不清楚。不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？小刘啊，我们和医院所有的人肯定是相信你的，但现在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吗？但凡咱们医院多装几个监控，什么都解决了。好，现在人是不是摔倒了？跌倒总要有个原因吧？那个刘备啊，一个小姑娘，刚到咱们医院实习不到3个月，你借她100个胆子，她也不敢去推病人啊。不是小刘，你现在一直都是在强有力的输出，你也没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啊。现在人家张成鹏说是你打了人，他没有猥亵刘备。我打他？
我为什么要打他呀？我打人总要有个缘由，有个动机是吧？会不会是因为之前他投诉过你，然后我说你那些话又说的太重了？哎呦我的天，我说不清楚了。咱们把刘备和那个张成鹏叫过来，我跟他们当面对质。刘备和张成鹏呢，我已经向他们了解过啊，现在情绪都很激动。刘备说，也没有说张成鹏猥亵过他。什么意思啊？是刘备呢，现在受了很大刺激，一直在哭啊，说话呢也是断断续续的，说他自己呢从来没被猥亵过，啊。你们把刘备叫过来吧，我跟刘备当面说。我怀疑是你们语气不善，是不是他见过那个张成鹏了？那个张成鹏威胁他了，你们是不是跟刘备说过他转正的事儿？各位领导，刘备他大学毕业没多久，他胆子小得很。各位领导，咱们不能这么做事情啊！小刘啊，你稍微冷静一点。好，我冷静，我冷静，我很冷静，好吧，尹主任。行吧，那咱们等警方介入，好吧？等警方介入，什么都清楚了。他没报警，只是闹到了保卫科和医务处。没报警，咱们搞这么大阵仗，那咱们报啊！刘儿，你先别这么激动。咱们不是不希望警察到医院来把事情闹大。我们为什么要怕把事情闹大呢？咱们医院每年发生多少起这种事情啊？现在张成鹏他不敢报警，只敢投诉，那不正是他心虚的表现吗？院长，你知道，如果警察到医院来，被病人看到了，这事再传到网上去，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？这是舆情很复杂的。首先，我没做过亏心事儿，所以我不怕警方调查。如果他张成鹏他也问心无愧，他也不应该怕。可现在是咱们医院先怂了，咱们医院不敢报警。咱们医院唏嘘了，那张成鹏可不就盯着咱们敲竹杠吗？之后他再出去啊，单方面的把这件事情单方面的宣扬一下，对咱们的舆情不是更不利吗？是的，小刘，我们都不希望把事情闹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。院长，各位领导，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，我还有手术要补。刘子业，你今天这个手术我们会通知延期的啊！一会儿你把你工作交接给其他的医生。凭什么呀？这是规章制度。规章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？我的那些病人我最清楚，如果他们出了什么事，谁来负这个责？你看你，刘医生，你先冷静一下啊，等事情调查清楚了，会还给你的清白。再说了，也不会永远不让你手术，对吧？院长，你相信我，这个张成鹏他就是个人渣的。你先把不良事件的情况分析写清楚。我不写，我写我就认了，我凭什么写呀？写完了，回家冷静一下，好吧？小刘啊，先按院长说的办啊。你这一毛不拔的突然给我送饭，有事儿啊？没事。能吃吗？好吃。哎呀，有事儿你就说。哎，你不爱说算了啊，我吃。不是，你苏晴又跟我这吃醋，你又因为什么呀？就是昨天，他来医院给我丈母娘取那个胃镜的结果呢，他就看见我正跟那个患者在那儿沟通病情，结果沟通病情就吃醋了，唬谁呢？就是那大姐吧，她就越说越委屈，越说越委屈，结果呢，我就安慰了2句。其实这个呀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它就是个小手术。正好撞上了。哎呀，反正咱们是清白的，能解释解释清楚了。解释了，根本就不听，
这一直就跟我那儿别别扭扭的，然后这回家呢也不给我开门。昨天晚上我又跟着忍了一宿。确实不好办。花点钱买个包吧。关键是我的钱都在他那儿呢，我拿什么买呀？明白了。我借你点儿。不用，你借还得还，麻烦。那个，我妈前几天带来的土特产，走时候带走吧，不用还。你。哎，小旭，老师，刚才信又不见了。哎，你小点声。那不正常吗？出去视察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不是，老师，这次真找不着了。您还是先过来一趟吧，快！行，有事先忙。哎，我这个粉儿啊，尽量还是给我留住，好吧？哦。按什么按呢？没看见堵着呢吗？给我一张 A4 纸和笔。好。院长怎么说呀？我是。我就在病房守着，有情况马上跟您说啊。那行，妈妈。来。坏了，老师，这回真麻烦大了。那个监控里边他跑出去了。谁呀？高南星啊。跑出医院了啊？不是报警了吗？他妈妈去了。那别站着了，找找他。等一下，老师，找着了。旅院秘书叫您去旅院办公室，现在去啊？对。哎呦，这帮领导一天天没正事儿，就喜欢听人汇报工作。那我跟他说您不去了。你别，我不敢。你先去找，我这儿很快，有事打电话啊。我怎么找？我听说这孩子平时喜欢在医院乱跑，你们科室平时就应该做好病房巡查，好好的看着他。你怎么能让他跑到医院外边去呢？而且他现在还是什么，经常上蹿下跳的，还不肯做手术，你就不应该那么早的让他进来。他占用那病房时间多长了？病床周长那不管了是吧？占用医疗资源的问题你都不考虑了是吧？他这我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平常我也尽量照顾这孩子情绪，怎么着我还得贴身保护他。现在这个我看着高南星他妈发这个朋友圈，已经发这寻人启事了，舆情现在也不好控制，主要是。唉，我真是愁啊，二位，头都快秃了。这好不容易挡着不让警察到医院来了，这可好，挡住了一个，没挡住第二个。2大王牌科室，2个王牌医生，居然出这么大的岔子。我是心外王牌，我知道还有谁出事的。进来。写完了。我没打人，我不会写，您非让我写，我就只能写出这个了。那我先走了，院长。等会儿，这就是你写的？对，我写的，我错了。我一直以为我作为一个医生，我只要做好手术就行了。我也一直认为医院会保护我们医生的，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。我对医院挺失望的，对您也挺失望的。你们这一个俩的，是想气死我是吧？啊，我是不保护你吗？可我也得能保护得了啊，刘医生。现在都说是你的问题，舆情对你对医院都很不利呀。我能怎么办？我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吧。你
就交代呗。好，好，出去，出去，都出去！陶正，你留下。你是个狠人。你怎么回事？你犯了啥大忌啊？我把人丢了。什么人？病人。你比我狠。你们在江海没有其他的朋友和亲人吗？我们老家是福山的，就是慕名来江海第一人民医院的。这个地方我们人生地不熟的，孩子也不可能认识其他的人的。那这几天，孩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？特殊？有没有表现出厌世或者什么负面情绪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儿子要自杀是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！我们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，我放下所有的事情，我天天陪着他，我就是为了让他能活呀！你先别激动，你别激动，你再好好想一想，看看孩子最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他最近喜欢刷短视频，喜欢一些旅行博主。他也跟我说了，他想出去旅行，但是我也跟他说了，只要他做完手术，他就可以去了。他会不会跑出去玩了？爸，高南星呢？谁？高南星，就是上回你在我办公室碰见那小患者。哦，怎么了？他后来没联系过你？没有啊，他怎么会跟我联系呢？没给你发私信？哎呀，说没有就没有。我开车呢，烦死了，挂了啊。你这个已经形成指尖炎了，手上的倒刺不能乱拔的。你看这都肿成什么样了？我现在帮你切开引流，以后不能随便再拔了。这个东西弄不好会弄出骨髓炎的。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了，他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还有，以后这种事情就不要叫救护车了，直接来急诊挂普外科或者皮肤科都可以。姐，有个叫张宇的找你。他找我干嘛？他说他疼。让他挂号。好嘞。哎，疼！没事，我都还没切呢。来，坐过去，坐过去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好点了？啊，哎呀，你来了能好一点，不行还有点迷糊。你怎么骗我呀？我哪句话骗你了？你让我挂号去，怎么看病的不是你啊？我又不是坐诊的医生，你挂了号自然要去对应的诊室。那不对应啊！我不想让那大夫给我看，他糊弄我，给我白话两句，给我带个这个，这什么呀？这不薅我羊毛吗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肯定是有病啊！好人谁来这儿啊？到底哪儿疼？这儿疼。你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咱俩失联3天了，顾世义。我一天看不见你，我就如隔三秋的。你算算，你看我都憔悴成什么样了？我看你不是心疼，你是脑子有问题。你看还是你对症，我就是脑子的事儿，我恋爱脑了。顾医生来看一下。你什么？顾医生看不了，忙着呢。别浪费我时间。哎，晚上吃饭呗。不好意思啊，怎么他还给我束缚住了？说吧，今天约我吃饭什么目的？递进关系。你到底看上我哪一点了？我看着你犟啊，搞不定啊，越搞不定我就越着急，我就想搞定啊。你倒是挺诚实啊。是，不过也符合你的人设，大部分渣男都是这么想。你看，我这么坦诚，你说我是渣男？我这想法特别简单，我认为
越不容易被搞定的人越难得，是不是？越值得珍惜。哎，你看，就像空气、水，咱们身边这些唾手可得的东西，好像没有人愿意珍惜啊。这些东西是生活的必需品，没了它们你会死。是，我不抬杠，我不犟啊。反正我就是觉得你不一样啊，和别的女孩不一样，可能是工作原因啊，在医院见惯了这个生死、人性啊，还是很大的，非常大。什么大？把话说清楚。那格局大呗，还能什么大？岁数大。这就是你喜欢我的理由理由之一。那是我们急诊科那些医生护士格局都大，回头给你介绍一个更难追的。那不一样，我就觉得不一样，都没你大。行，行了吗？同意跟我交往了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好啊，可以啊。是我哪句话给了你这样的误解啊？我现在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呢，我们改天吃。嘿，排队，是不是？先紧着我。大哥，你今天在这儿跟我唠了一晚上，你喜欢的东西都太虚了，什么格局大，什么感觉，什么难追，你说哪句话我能信啊？为什么不信呢？我说都实话呀。画大饼谁不会呀？哎呀，你要这么说，来吧，你考验我吧，干嘛吧？你说吧。行，说吧。这个是我这个月的排班表，我4天1个夜班，白夜下休，白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，夜班从晚上7点到第2天早上8点，每周呢还有一个24小时的应急班，随时回医院加班。非常好。所以呢，我要干嘛？你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珍惜我，你就坚持陪我熬7天，算你赢。太简单了，你把截图发给我，来点难度啊。行，但我可提醒你一句啊，我们急诊科医生心脏都比较强大，我怕你受不了。哦，你这个时候可不能心疼我啊。谁心疼你了？我是怕你再进急诊给我们添麻烦。哎呀，你多虑了，顾医生。咱俩吃个饭多难得，就别老玩手机了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一般见你，我都飞行模式，直接关机。我先不吃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姐姐，你怎么老吃一半饭？菜还没上齐呢。不吃了。老板，后面菜帮我打包。好。给谁吃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都请客了，我不能问问。下班回来了。哎，下班。行了，干杯了，进屋吧。我回来了。爸爸，我没饭吃。我不信。你别操他心了，写作业去。哎，对，听妈妈话啊，快去写作业。不能没有吃的了吧？您还真猜对了。媳妇儿，这个都是我的错，啊，对不起。给你煮碗面，王大夫。行。洗手去吧，一身细菌。给我握2只鸡蛋，那。握不了，自己握去吧。又怎么了，媳妇儿？谁呀？等，神经病去！你干嘛？没去夜店？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，给你带了痛风套餐。当当，进来吧。
你说现在这些电视剧算不算诈骗啊？这现实中哪有这样的男的，这么无私无畏地保护着女主？说这种电视剧少看，都是骗人的。生活已经够残酷了，再不给你点童话看看，岂不是要绝望？那给绝望的你来点小龙虾吧。我自己剥，你吃呗。我吃饱了。跟谁吃的？张宇。你们俩还互动呢？闲着也是闲着嘛，干嘛不多接触接触，了解了解？万一他有闪光点呢？哎呦我天！我劝你悠着点吧啊！之前那关一凡可跟我说了他不少事儿。你劝他悠着点吧。我是谁啊？我可是江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小海后。你自封的？不自封不行啊！哎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，让你高兴高兴。是关一凡的事儿。他怎么了？关一凡被他们公司开了。正常。可以，和我有的一拼。来，庆祝一下。走一个。哎，那关一凡和张成鹏比，你觉得谁对你伤害更大？怎么说呢？当只有一件事情让你痛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深陷其中，觉得天都塌了。当有好几件事情一起让你闹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一件件事情反复叠加覆盖，反而没什么感觉了。那你后悔做他那台手术了吗？这有什么可后悔的？后悔这两个字不符合我做医生的原则。况且那个老人渣也不值得我动气。其实我最生气的是咱们院长，还有咱们医院的处理方式，尤其是咱们院长。如果咱们医院要是投票能把他选出去，我第一个投他一票。啊，那我也投他一票。那好歹换一个帅一点的，头发多一点的，我开会都不会那么难熬。这你可不客观了啊！你不能拿咱们院长跟你那些夜店的小帅哥们比啊！啊，那我可真没有啊！真的，说实话，作为院长，咱院长的那些头发够用了。行行行，那敬咱们院长够用的头发，敬院长够用的头发，够用的头发。你今天能来跟我聊聊天，我心情好多了。这几天这些事儿让我闹心的呀，我感觉自己老了好几岁。老了，让我来看一看哦。你干嘛？哎，你这有根白头发，哎，真的老了。我说的是心态，没让你找证据。不行，好几根呢，你这老了也不能让人家看见呀。不能拔，白了能染，你拔了长不出来了。哎，小旭，怎么样？你那边？哎，老师，我就在这儿了。没找着？没有。这个点儿了，人还没找着，万一他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怎么办啊，老师？那个阿姨还挺潇洒的，她身边那个小帅哥谁呀？今年的海风特别大，如果你们想在这种天气里露营的话，哎，刘姐教你们一个小妙招。你们可以跟我一样，选择一个这样的毛毯，告诉高文，别担心了，人找着了。跟派出所也说一声啊！啊，好。来，喂，妈，高南星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呢？你俩出去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
可是人家孩子很开心啊。之前问你为什么不说？人家孩子不让说，我总不能失信吧？你抓紧把人给我送回来。那怎么行啊？这都几点了，太晚了。明天再说。就这样，我挂了。你这么喜欢大海？嗯。自打我得了这个病，我爸妈从来不让我去远门，从来没见过海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了。瞎说什么呀？你才几岁一小孩儿，你别说这种丧气话啊！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。嗯，你将来，你不仅能看到大海，你还能看到火山、沙漠、雨林，好多好多美景。但是，你万一人要是死了，那什么山川湖海，什么美景都看不见了。这一切的前提，你必须要好好的活着，健康的活着，才能享受它，懂吗？你是不是不想做手术啊？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我妈又找了个男的，我知道他们还想再要一个。前阵子他们就开始做试管了，而我呢，我这号已经练废了。什么？什么叫你这号被练废了？你以为养个小孩这么容易啊？不是你们玩游戏，你可别这么乱说话啊！啊？前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个小女孩，怎么了？上面还活得好好的，下面就死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。要说不怕吧，那是假的。可是我的手术风险太大了，我不想死，就这么能活一天是一天，想吃吃想喝喝，出来玩玩，多好啊！你是不相信秦医生？其实，我儿子吧，他自己的生活是一团糟。他老婆都跟他离婚了，他现在是一个人。哎，但是他一对待工作，他马上就变一个人了。真的，我不骗你。他对待每一个病人，每一台手术都全身心的投入。就因为这个，我特别为他骄傲。我希望你这个手术，你就信他一次。二位睡挺踏实啊。多大风啊！醒醒了！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我昨天被院长耳提面命，全院上下调监控找，我带着我学生也到处找，都报警了。你也是当妈的，人家孩子找不着了，人家妈妈怎么想啊？多难受啊！你跟谁说话呢？跟您说话呢。
你跟谁说话呢？跟你。有儿子跟妈这么说话的吗？你什么态度你啊？怪不得潘越要跟你离婚呢。哎，你们别吵了，是我自己出来的。孩子面说这些都不好，什么态度你？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？我们俩就是碰见了呀。哦，碰上了。啊。然后呢？我承认，我们在网上聊了好几天了。人家孩子说了，他有心结，想出来散散心。我们想啊，他是病人，他要是出来散散心，能解他的心结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我哪儿错了吗？我？您没错，都是我错了。对，我就是没错。你穿鞋走人。行，我好好说。穿好了吗？快点的，谢谢。不跟妈妈说再见啊？再说吧。你这小子一天天的让人操心死了。别操心我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我想干什么？做手术赚钱呗。我妈肯定会给你很多钱。你觉得我做你这台手术能挣很多钱啊？你这台手术，我不把事业搭进去就不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以为方圆10里都是你妈，你就一个妈，除了你妈没人惯着你。真不想活了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，你就是想让别人多注意你，啊，让你妈多疼疼你。我跟你说，这招没用。你看我妈，我妈疼我吗？我要下车。你下个我看看。放我下去。安全带。顾医生早。早啊，今天又在这抢共享单车呢。今天不用抢了，有车。哼，你买的啊？嗯。有它以后就不用跟别人抢车了。可以可以。上车，我载你去。上车，迟到了。哎，张宇，你一个每天下午起床的公子哥，竟然真的能早上7点爬起来？哎，你看见没有？不但爬起来了，早餐还给你弄好了。睡了多久啊？哎呀，就没睡呀，感不感动？靠边停车，我们下车。他疲劳驾驶。哎，睡了。你看你，担心我是不是？谁担心你了？我这是担心我自己的安全。你作为司机，至少得保证乘客的安全吧？我肯定保证你啊。他我保证得着吗？保证他，我保证我烦他。看什么？有女朋友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啊？惦记他的吧？别做梦啊！给你剧透得了，7天以后，我们俩就终成眷属了。别瞎扯了，行吗？开你的车。你嘴硬。是不是舍不得走？赶紧接下一单去吧。好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爱心早餐，趁热啊！谢了，张师傅。客气。顾医生，我觉得这个人不太靠谱。陶艳丽，我也觉得他不太靠谱。那你为什么还跟他？人家想表现就让人家表现一下呗。况且早上车接车送，还有早餐吃，还要什么自行车？你拿着吃吧，我不饿。老师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？去哪儿了？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吧？
你没事吧？说话呀，跟你妈好好说说，急坏了。南星，妈妈做了这一切，我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这么大了，你能不能有一点点心疼妈妈呀？我让你这么干了吗？你不是说当初怀我的时候就知道我心脏有问题吗？你就不应该要我，不应该把我生下来。干嘛？你跟我来一下。来过心脏儿科吗？没兴趣。你看啊，爆发性心肌炎、风湿性心脏病、先天性湿肺、唇腭裂、心脏异位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才多大呀？每个人都在战斗。你多大来着？12。你在摆烂。他们的病，产检的时候都能查出来，但没有一个家庭，没有一对父母选择放弃。你妈也是。你的病，产检的时候也查出来了，为什么当时她没选择再要一个？你老说他不爱你，他是太爱你了。人活一辈子，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，会遇到很多困难。你妈也是从这么小长到这么大的，她一定也遇到过很多困难，你就是困难之一。你妈怎么做的？坚强面对，勇敢战斗。你说你也是打游戏的，号是不是练出来的？你觉得出场设置不好，号就不要了，要投，这是男子汉的作为吗？你妈妈是一个伟大的女性，我觉得她比你想象中勇敢。一个家庭就是一个 team， 队友忙前忙后的，完了你要投。他们要是都跟你一个心态，这游戏怎么打呀？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。抬头看看自己队友，他在干什么？他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跟你并肩战斗。我知道你跟你妈心里有很多苦衷，但一切才刚开始呢。相信我，继续战斗，能赢。拨打辅助。
老师，您这嘴真是名不虚传，给我都说感动了。好好学着点。那您怎么知道新生儿科的患者情况的呀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么忙。哦，不知道。那您刚才说的那些，怎么了？胡说犯法呀！你也不知道帮我把车停了，一会儿保卫科找我麻烦怎么办？啊，老师，我没驾照。你没驾照怪我呀？帮我把检讨写一下吧。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我们人都到医院了，今天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对呀，必须给我们个交代呀，总不能白来了。刘医生今天确实不开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我们好容易等到了报了。咋回事啊？这刘医生咋突然就停诊了？不等他，我跟他都说好了的，他让咱们今天来的。那是多少三个？那应该不能，我也没提你呀，关键。几千个人过来的。来，让一下啊，让一下。那个等到他就咋回事啊？我问一下。哎，我问一下啊，那个刘大夫，他为啥停诊呢？他停几天呢？这现在也不知道啊。刘大夫今天确实不出诊啊，不好意思大家。都赖你都成这家医院黑名单上的人了。你看咱现在这门诊都不愿意接咱们了。做急诊他们肯定得接。来前面让一下来。喂，张阿姨。哎，我今天不在医院。是我明天也不在。哎呀，我知道您急，我知道您急。这样吧，您赶快给医院打个电话，让医院给您安排一下别的医生做手术，好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您赶快打电话吧。哎，王先生。我现在不在医院，但我也没办法，我这不是被停职了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您赶快给医院打个电话，看看医院有没有别的什么安排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就你们还想治我，高看自己了吧？呵呵。人间自有公道在，想让我停职，你得问问我的患者答不答应。那咱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啊。跟我们说好了啊，明天我们做手术。今天临时通知我们手术延期，还要给我们换医生。哎，你跟我们开玩笑呢？在这儿？听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医院的医生呢，都是全市数一数二的医生而且呢，都是一个级别的专家，这一点我可以保证。回头这个刘医生呢，会跟他们交接好啊。不是，我听那个没用，保证没用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您看啊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哦，你说。就好比什么？您看啊，好比我搞一对象啊，我恋爱谈半年了，临了要入洞房了，您说给我换个媳妇儿，就算您告诉我给我新换的媳妇儿和我之前的一样漂亮，那能一样吗？那能是一份归属感，能是一种信任感吗？这不是一回事儿，它就是一回事儿。我再跟您说啊，就刘大夫打张成鹏这个事儿，就那个张成鹏，早晚有一天我他妈都揍他。什么人呢？我跟你说，我长大没见过那种烦人的人。别急啊，我不是着急，我是生气。你坐下说。没事，我站着踏实啊。这不是在我们老家啊，这要在我们老家，就张成鹏那样的，我保证他好过不了。哎，我天天得了他，我得了不了他了，我还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先喝口水啊。是，不是这事儿，这天天事儿啊，要一点一点来解决。你呀也别急啊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。不是，什么事儿？秀儿，写完了放这儿了啊，走了。写完了。哎，医生，这，您帮我评个理啊！我就想问一下，咱医院是不是专找软柿子捏？你看啊，就我们这些有家属陪护的，嘿，那护士一个个跟我们全程扫那么大眼的；就那些没陪护的，那些烦人的啊，这护士跟人家啊。一个个柔情似水、热情似火的，那好的都没个尺度了。主任，抓管理吧，主任。好。还有啊，主任，
刘医生，赶紧让人家回来，我们患者得治病啊！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。别生气啊，明眼人都知道刘大夫干不出那种事儿，是干不出来。快让人回来吧，好多患者等着呢。处理自己人哪行？你跟着掺和什么？自己的脸都没洗干净，还替别人抹擦脸霜。对，大夫，你也摊上事儿了。不能让我们这些想为医疗事业做贡献的医生寒心，也不能让我们患者寒心。也就是我们心理素质医疗这抗压能力比较强，不能看医疗，先回去，病人为主。你们的问题呢，我会提出。明白，我们知道。其实抓管理啊，你不能抓人。肯定。你怎么才来啊？你的事儿处理完了？处理完了。我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要不是我给你通风报信儿，像你这种给自己亲妈屏蔽了的逆子，那永远都发现不了。你媳妇儿给你开门了？还屁！你给我那东西不对呀！给你东西还不对了？你这一堆破玩意儿还没有这袋子值钱吗？包呢？是买完包给别人了吗？把这袋子给我兜回来了？你有病吧你！让你买包你不买呀，铁公鸡。过日子要那玩意儿？我听说刘子怡要被开除了呀。哎，这医院有点过分了。不是晴姐，你得站出来说句话呀，咱不能这么做人吧？我倒是能站出来，但是我站出来没有用啊，我啥也没看见。那个小护士，她是怎么跟你说的呀？说啥呀？第二天就走了。都在呢。这刘大夫人缘是真好，但是这事儿啊，我是一点忙也帮不上，受之有愧。你俩送他？你送这干什么呀？你不是那种人呐。不是，但是你肯定比我们更清楚现场的情况吧？我清楚啥呀？我那天在这值班，我去的时候张成鹏已经倒地上了。调监控了吗？调了，说是有死角，就没拍着呗。不用监控，美琴，你帮我约一下当事人啊，思想工作这方面交给我。还做啥思想工作呀？人家第二天就回老家了，一开始说要结婚，后来又说不结了。哎，你说一个小姑娘还没结婚呢，就让人说是被猥亵，要我也不承认。哎呀，这事儿都给我烦死了！那医务处天天来人问我，你们几个又轮番轰炸我，我这嘴皮子都说薄了。忙去吧，院长，来视窗看一下啊，忙去吧啊。室外什么地方？室外是鬼门关。哎，知道着急了吧？电话被患者打爆了吧？我就不接，我急死你！哎，我急死你！哎。喂，尹主任。小刘，喝点茶啊。哎呀，张成鹏的事情啊，院里的决定下来了。这个张成鹏咬死了一定要10万块的赔偿，不然就报警。现在这个监控吧，分析下来对咱们也是特别不利。唯一能够作证的小护士也说没有那回事儿。就算我相信你，其他人都不信啊。关键是咱们医院啊，也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大，毕竟现在是一个什么舆论的社会，是吧？就算你再有理，那么其他人也不会充分的理解你。毕竟这个……行了，主任，咱别绕弯子了。我听出来了，你也不相信我。这怎么说的？这么说吧啊，毕竟之前啊有过那档子事儿。
如果你有些应激的行为，那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喝点茶。所以啊，息事宁人吧，小刘啊。考虑到你的工作被耽误，影响了很多的患者，院里呢也答应赔偿了。你听一下啊，你呢就象征性的出5000块钱，剩下的由院里出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觉得不怎么样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5000块钱咱们科里帮你出了。小刘啊，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啊，但是你要明白，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们也是想要保护你，保护医院的生命。是想保护我，还是想保护医院呢？咱们的法律顾问从头到尾出现过吗？咱们的院领导真的有试图保护过谁吗？不是，小刘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主任，我治病救人，我看见有不良行为，我出手相助，我有什么错？我凭什么要受这种窝囊气呢？小刘啊，咱们做医生的啊，治病救人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救助的这个视角，让很多患者对我们呢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错觉。所以之前我一直提醒你要多笑一笑，提醒你要刻意的放低姿态，平易近人，就是想让我们的医护工作者在患者的心里面呢理解多一点，是吧？那么久而久之之后呢，忍让也就多一点了。行吧，行吧，您说吧，转给谁吧？什么转给谁？5000块钱转给谁？这5000块钱啊，你回头转给医护处就行了啊。那转完了，我能回去上班了吧？我电话都快被患者打爆了。啊，随时啊。那行吧，主任，我现在就去。啊，好。哦，对了，小刘啊，还有个事儿啊。这个张长鹏想要你，给他道个歉。就不可能让我道歉，绝对不可能。对呀，不可能，这太过分了。这个医院没法待了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分敌我关系。我那边那个小患者人丢了，让我写检讨，他自己跑的，我检讨什么？写了吗？交了。10000字检讨啊，比你那个论文字数都多。论文怎么样了？我不能再写那么多篇论文，证明那篇论文是我写的呀。那你也不能怕麻烦就认了呀。那认不了，是我的，早晚都是我的。你说你回家，你媳妇儿不给你留门那事儿，你这差不多得了啊！我还没提你离婚的事儿呢。不是你们俩啊，有什么糟心事儿说出来，让我们痛快痛快啊！哦，我那儿今天早上送来了一个车祸患者，才50岁出头，送来的时候这胯骨全都被碾碎了，各科医生来看了，都说救不回来了。而他家属在外地呢，赶过来的路上，我就想着说，这至少得让人挺到见到最后一面嘛。结果人刚走，家属才赶到。我那儿也是，你们也知道，这 ICU 的费用1天就小1万块钱呢。我那儿有一个大爷已经住了3个月了，是因为他是他老伴儿在这世上唯一的一个亲人了，所以他老伴儿是坚决不同意拔管，已经把自己养老的房子给卖了，一直在坚持着。但是今儿早上这个大爷还是走了。我让你们说自己的，那听别人的我们能过瘾吗？都干了这么多年了，谁还没几个催泪小故事？哎呀，行了，各位听懂了啊，感谢，好吧。我知道生死面前无大事嘛，我就跟你们吐槽吐槽，吐槽完了就没事了。行了，你们各忙各的去吧，我自己待会儿就没事了。
先等一下。那个，我说个正事儿。咱们那个马拉松啊，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，总这么下了班来训练，这肯定是不靠谱。都忙了一天了，再跑容易猝死。还惦记马拉松呢？刘大夫哪有心情啊？我要是不惦记马拉松，那我这心情就跟刘大夫就得差不多了。我说哪儿了？你看，猝死，谁猝死了？我听说啊，2院有一个副高，就也是跑马拉松，才跑了1公里就猝死了。哎呦！啊，对，最近降温了，这昼夜温差大，各种梗的患者都上来了。我那边重症也是一个接着一个，微信步数每天2万起，训练量可以了。不带你们这么撤火的啊！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咱们不能老这么稀稀拉拉的组局了，啊，起码这1周之内，咱们拿出1天的时间来训练啊，啊，要不然咱们就周3。我周3不行，周1我不行，周6我不行，周日我不行。同志们呀，咱们能不能有点团队精神？从今天开始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的院总调班，啊，周4吧，啊，就定了，周4。再议吧。我就要这么1天，能不能行啊？哎呀，咱们以后呢还是谨慎一点。这得罪了患者呀，对咱们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看看刘医生，他算是走到背字上。哎呀，咱们以后呢跟这个患者，还有患者家属，一定要保持好距离啊。好。副护士长。啊，小小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找刘医生。他今天上班吗？刘医生休假了。你找他那是什么事儿？他这个年纪大了，剂量少一点就行了。嗯，好，那给我就行。小小妈妈，刘医生，看见没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我今天来医院是来补办手续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？不用。刘医生，我知道在您这儿，我们小小是个失败的病例。我听说院里就我们小小的事情批评你了。没有，给你添麻烦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刘医生。其实该说抱歉的是我，是我没能留住小小。但是有一点，请您相信我，我是除了您和小小的父亲之外，最想留住小小的那个人。是我应该说声抱歉的。是命。我们小小很可怜，这么小的岁数就生了这样的病。我们之前其实去了好多家医院，但是在您这儿，是他生病之后过得最快乐的一段时间。不管是你呀、小蒋医生啊，还有护士站的好多护士，对我们小小都格外的关心。我们都感受到了。虽然我们小小没有救回来，但是我跟他父亲还是很想跟你说一声感谢。
刘医生，我觉得在你这儿，我们小小走的时候并不害怕。谢谢，谢谢，刘医生。你知道我跟他爸爸最后为什么同意了孩子进行器官捐献吗？他最喜欢的就是四叶草了。他看书说，有5瓣叶子的四叶草就可以许愿成真。他在这住院的时候，我有一天陪他去楼下花坛里边散步。爸爸妈妈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！怎么了？看什么呀？嗯？你看，这是一棵5个瓣的四叶草耶。哎呀，真是啊！故事书里说，遇到5瓣叶子的四叶草，是特别幸运的事。可以用它许一个愿望，一定会实现的。是吗？那我们好幸运呀，是不是？我们把它带回去许愿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有爸爸妈妈，已经很幸运啦。就把这份幸运留给别的小朋友吧。阿姨，我给你盖个章。哦，好呀，来。好看。小小真的很善良。我跟他爸爸愿意把这种幸运，把他的善意传递给别的小朋友。我现在每次看到跟他差不多的孩子，我就想，我们小小的心脏还在这个世界某个地方跳动着，这样我就觉得我们小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小小没离开过。是的。只能吃一点点哦。小小妈，您这是办点手续。阿姨好。皮皮你好。皮皮看起来恢复的真不错了。过几天还有几个检查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可以出院了。真好。好好的。阿姨，我来给你盖个章。5个瓣的四叶草可以给你带来好运。背包里总留下什么？回忆才不会沉默着。就在我们相识之前，你懂得我的所奔赴的方向。也无需回头，看候鸟让冬夜融化。
李医生，我最近这个姨妈实在是疼得受不了，约了每周4中医理疗。你下次排班的时候行行好呗。我只喝热水，不好意思啊。小孙啊，我家里确实有点特殊情况，能不能把我那周休调成周4啊？蒋老师，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你也知道，咱们 ICU 人员少，如果谁都有特殊情况的话，那我这班还怎么排啊？而且你是从住院总过来的，知道排班困难，你支持我的工作吗？支持，谢谢。哎，你留着吃，你留着。赵医生，咱科室这个月的排班表出来了吗？哎呀，愁死我了！咱科室这个月啊，生病的生病，结婚的结婚，怀孕的怀孕，一个个都有事儿，这班啊没法排了。周4别排我班啊，跑马拉松。不行，给个理由。你那理由像话吗？马什么拉松啊？行，可以。问了，排不开。这么简单的事儿还得我教你吗？是不是没好好说呀？能说的我都说了，但是老黎说医疗资源紧缺，临床人手不足，手术室很需要我，实在是排不开。我是个医生啊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不可能，老黎什么时候说过这么多话呀？老师，急诊教。从私立医院转过来一个心肌炎患者。心肌炎找心内啊，找我干嘛？说是前几天找您看过。心肌炎慢性突然恶化 ，BNP 15000已经有心衰的体征了。今天心内人手不够，所以就叫你们来了。啊。怎么在我这儿不能检查，到私立就能检查了？秦文斌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阴阳怪气的？没有，这不替你省钱吗？他们这儿贵。本来一切都挺正常的，突然一下子就不好了，所以才送到私立医院。最开始说能做手术，让做了一堆检查，最后又说做不了，所以给耽误了。老套路了，刚送过来的都不是救护车，私立医院给叫了个网约车送来的。来，我看看。哎呦，给咱国际友人都折腾瘦了。老师，您看要不要赶紧安排手术什么的？我去联系。手术这么大的事儿，得问问人家私人医生。问了吗？秦文斌，到底能不能做？你给签字啊？准备手术吧。好。老师，好歹是前师母，咱这样是不大好。你还管上我态度了？我给他治好不就完了？怎么样？临时起搏器植入手术不复杂 ，ICU 观察一下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还进 ICU 啊？那多久出院啊？我们演出怎么办？那得看他自己的恢复情况。你要是真着急，我现在打包一下，给你推出去。你有病吧你？开个玩笑。那我先忙了。李老总，李老总，您辛苦了。作为心外的院总大人，以医院为家，24小时超长待机，为了患者的生命安全啊，兢兢业业。哎，
我听老秦说过，您的辉煌战绩啊，曾经48小时之内会诊40余次啊，那您可真是啊！是什么？是咱们人民医院的英雄啊！说是。啊，就是那个排班的那个，排不了。您看，咱们都是同事，以后呢，您但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不需要。哎呦，咱闺女可真尊，是吧？啊，像我吧？那比你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吧，没别的，就是个女儿奴。嗨，这都一样啊。未来之星啊，那这肯定是咱闺女的呀。这怎么才第3名啊？票数不够嘛。包我身上了。先下后上不知道啊？啥神呢？真的是有病！让一下！碰着我，你们要负责任。哎呀，好。现在的医生啊，可不像我们那个时候，指哪儿打哪儿，令行禁止。哎，所以这个院长当的辛苦啊。比如说我们科室那个秦文斌，啊，病人都看不住，你说那个高南星真要在外边出点啥事儿，这事儿怎么收场？哦，还有我们科那个刘子怡啊，犟得要死，给台阶都不知道下，就是不肯给那个张成鹏道歉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哎呀，这个刘子怡不道歉呢，那个张成鹏得理不饶人，简直狮子大开口。没办法，又给他送了点营养品，他才肯出院的。啥也不是，就知道给东西。咱那几个院领导啊，可真是够呛。咱领导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张成鹏那事儿又给营养品了呗？啊，还送东西？现在送礼不就等于变相承认他占理了吗？说的不就是吗？能走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，他不走法律途径，他偏要送礼，他不脑子有病吗？啊，还说担心什么舆情？你看着吧，就这事儿一出来，那才是真正有损咱们医院的形象呢。咱医院的领导都老糊涂了吧？这天天的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。要我说呀，这应该是领导对于你的一种保护啊，或者说是这个偏爱吧。你怒怼领导那事儿在全院已经传开了，你不是还在这坐着没什么事儿吗？这要换了我，那早开除我800回了。那肯定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回没处分你，咱们就偷着乐算了，别生气，领导也是没办法。对，处分就处分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还怕他处分，真有意思。我告诉你，就张成鹏这个事儿，罪魁祸首就是咱们那个院长，没别人。你看他起那名，他就有问题，也还什么吕不平，什么事儿都吕不平，他当什么院长？当个屁院长！这就过了，你这名也不是他自己起的呀，是吧？理解万岁，反正我是能理解吕院，他怎么算也是我大师哥呀。咱讲道理，细想啊，吕院的缺点不多，小肚鸡肠，虚荣心强，爱耍官威，使官腔，你还有吗？那肯定是有，但是不多了。不是你别跟这拱火啊！哎，就是表面上看来啊，是有点这个不近人情哈，但是的话呢，你这个说了归结，其实是这个所属的岗位不一样，那考虑问题这个出发点也不一样嘛，它有好多利益，它得平衡呀。不是，不管怎么着，他不能是非不分吧？就咱们医院这个处理方法啊，咱们各个科室多少双眼睛盯着呢？那院外私立的、公立的医院，人家也看着呢。一个连自己的医生都保护不好的医院，他拿什么留住一个好的医生？你这话说的就跟你能直接丢下手里边的病人似的，你这。刘大夫，面对领导的无能，咱们得从长计议，哎，起码不能当面怼他。你就算觉得他说话是放屁，你不能当面捂鼻子。啊，就先忍着。你说说呗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呀？
我一般都是屏住呼吸，屏不住了就闻一会儿。我都直接深呼吸啊。领导啊，就像小孩一样，得哄，不能跟他硬刚。就你情商高，就你会做人，就看不上你这样。一看见领导啊，是，好，这你说的是他，你俩都差不多。怎么又说到我了？来，小蒋，赶紧点菜，点菜！哎，真是。老板，点菜，来了。稍等啊，各位，一会儿马上过来啊。吕月，好长时间没见您了，今天吃的藕片，哎，好，我送的，慢慢吃啊。谢谢，谢谢啊，一会儿过来啊。哎，好。几位吃点什么？吃点什么？